回看整个2022年，除了战争最初的1-2周，俄军每周伤亡人数能保持在250到300人左右。之后，随着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发起的新攻势，其伤亡人数一直在不断突破上限。最新消息，2023年3月3日，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兼北约欧盟军最高司令卡沃利将军在德国汉堡出席活动时表示，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已经损失了2000多辆主战坦克，超过20万名俄罗斯士兵和超过1800名军官被杀或受伤。同样，就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的伤亡问题，《纽约时报》2月2日也曾报道，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官员透露称，在乌克兰死亡和受伤的俄罗斯部队人数接近20万人。当然，具体的一些数据分析，大家可以在维基百科搜索俄乌战争伤亡，里面有各界对俄乌双方伤亡人员的预估分析，从中我们就能看出，俄军死亡人数至少是乌军的2倍以上。而之前我们在讨论俄军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高的死亡比例时，说的原因大都是如俄罗斯军队组成复杂，除了正规军外，还有招募的老兵、民兵以及瓦格纳雇佣军等。作战指挥较为混乱，甚至各自为战，加之前线指挥官能力不足，才导致了作战中伤亡比较高。又或者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线过长，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各作战方向上的部队存在一定的矛盾，配合不佳，导致了作战行动中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雇佣兵与民兵的矛盾日趋尖锐，严重干扰了整体作战的效能等等。但今天火力军想和大家聊聊俄军的医疗，聊聊俄军那草菅人命般的战场救护。俄罗斯联邦卡拉什尼科夫战术医学培训中心负责人阿尔乔姆卡图林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出一个触目惊心的现状，即在乌克兰战场上阵亡的俄军士兵中，有1半以上的伤员本来可以活下来，却因为错误的医疗方式而死亡。有超过30%的伤员因为止血带使用错误引发的坏死等导致截肢。他说，俄罗斯医疗领域的主要问题是配发的个人急救器材数量不足，甚至大多存在过期问题。为此，火力军还找到了去年夏季加拿大乌克兰志愿军在推特的一篇贴文，其上附有一张俄军的医疗包照片，但仔细看就能发现，医疗包的制造年份竟然是1957年，距今已有65年。而推文内容则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荣耀归乌克兰。由此可见，俄罗斯的急救资源开战前应该是毫无准备。乌克兰总参谋部也曾透露，由于俄罗斯每天都遭受重大损失，俄军在卢甘斯克医院的床位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像特罗伊茨克军队医院的床位数量从原先的200张已增加到了400张，翻了1倍。又或是扎波罗热州托克马克市的医院人满为患。据当地的居民称，里面全是受伤俄军士兵，平民都因床位不足而被拒之门外。其次，俄军医疗暴露的问题是，在作战前线的俄军士兵和医务人员存在急救培训水平低和无法及时将伤员送往医院救治。据乌克兰方面消息称，俄罗斯士兵经常将受伤的战友遗弃在战场上，一方面是因为乌克兰的火力太猛烈，另一方面就是俄军士兵的急救水平很差，他们太害怕或太冷酷而无法救助伤员。最终，俄军这些伤兵会因长时间得不到治疗，存活的机会大大减少而感到绝望。乌克兰的无人机之前就曾捕捉到一名俄罗斯士兵在受伤后绝望地开枪自杀的画面，这也显示了俄军伤兵所处的悲惨状况。而火力军认为，俄军的这场不义战争注定失败。军改后的俄军已经无法应对常规大规模作战，但他们却在战争期间大多处于进攻状态。进攻部队损失的人员通常要多于防守人员，加上在经历了一系列如莫斯科沉没、克里米亚大桥被炸、哈尔科夫、赫尔松撤逃后，俄军士气一降再降，越打越弱，伤亡就越打越多。其所受伤多是爆炸弹片造成，比小口径枪械、中口径机枪和狙击步枪造成的伤亡更多。很明显，俄军已经无法适应现代战争规律，他们战前的狂妄不准备让他们现在吃了大亏，所以俄军士兵伤亡才这么高。而且也不要对俄军的救治抱有希望，因为在运送伤员时，俄军医疗对伤员根本没有明确的分类，如哪些是需要急救的，哪些是可以稍缓一些，哪些是已经没有抢救的意义的，都是一股脑的往下面送，能不能活完全听天由命。同时在救护车方面也是如此，
俄军在战区救助时开的居然还是民用救护车，根本无法保障医护人员的安全。因此，俄军本就稀缺的医护力量就愈发稀少了。当然，那些俄军官还是能第一时间得到救助的，这些军官会被直升机护送到俄罗斯境内接受治疗，而俄军的普通士兵就只能留在人数爆满的前线医院治疗。战前没做准备，重伤人数暴增，以及医疗条件差，特别是专业医务人员严重不足，这才导致俄军伤亡率居高不下。如果以上全都能熬过去，大家是不是觉得俄军伤员总算能活下来了？错，大错特错！因为俄军医疗体系内还有一套失灵的伤员评价系统。这套系统是干嘛的？简单的说，就是看你伤好的怎么样，适不适合重返战场。但现在俄军这套系统失灵了。Agentstova 调查机构报道，未经军医委员会许可，很多受伤的俄罗斯士兵被强制送回了乌克兰前线，有的是在肺部严重受伤后只接受了2个月的治疗的，有的则是四肢都被弹片炸伤，碎片都还没有清除就被扔到战场上的。而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俄军前线缺人、缺钱、缺资源。俄军俨然到了只问输赢、不在乎普通士兵性命的地步。不然他们的野战救护为什么一直都处于凑合维护的状态？不然俄军为什么只发布训练作战的信息，而没有一条关于战场救护、医疗训练演习的信息？总的来说，俄军前线不管是军医还是官兵都没有受到良好的战地医疗训练，无法拥有良好的医疗用品器械，再加上混乱的系统，俄军的实际阵亡人数很可能要比乌克兰以及五角大楼等估计的都要高。至于那些能活下来的残疾俄军士兵，很可能会像阿富汗战争和车臣战争结束后那样，佩戴着各种军功章的军人坐在轮椅上，在莫斯科地铁站乞讨。相比之下，乌克兰对医疗是相当重视，他们重视每一条人命。在北约国家的帮助下，完成受训的乌克兰军人拥有充足的战地急救意识，加上国际社会对乌克兰援助了大量的医疗器械、急救器材，军用和民用都有，所以乌军伤亡才比俄军伤亡要少得多。如世卫组织从去年开始就加大了在乌克兰和乌克兰难民收容国的活动力度，尽一切努力支持乌克兰卫生部，并为其提供基本医疗用品和设备。世卫组织向乌克兰运送了至少543吨医疗用品和设备，主要运往目前需求最大的东部、南部和北部各州。所提供的物资包括创伤手术用品、救护车，以及在有电力故障时也能继续运作的呼吸机、发电机和氧气设备等。另外，为了应对战争创伤手术、大规模伤亡、烧伤和化学品暴露的影响，自2022年2月24日以来，世卫组织已围绕这些问题，对1300名以上的医务人员进行了专业培训。世卫组织还在与乌克兰公共卫生中心合作，加强疾病监测和实验室诊断，并与地方当局一同组建了疫苗接种规划和基本卫生服务，为协助卫生系统运作。世卫组织还与40多个紧急医疗队进行了合作，由此帮助乌军士兵和平民的生命就得到了保障。同样出力的还有无国界医生组织，在2022年2月战争升级后，自发开始奔赴乌克兰进行人道救援工作，重点支援了战争前线一带的居民。如2022年11月15日至2023年2月19日期间， MSF 的医疗团队在顿涅茨克和赫尔松地区为人们提供了约11000次问诊。根据团队观察，这些无法逃离战火的人几乎无法获得及时医疗照护，大多数伤病者是长期行动不便人士，或是患有慢性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这些长期病患者往往连续数月未能获得所需治疗，加上在粮食短缺下，他们无法控制饮食，导致行动能力、视力和肌肉功能出现问题，从而加剧了他们对其他人的依赖。还好，近几个月以来，有多支人道主义车队向顿涅茨克、哈尔科夫、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前线的若干地点运送了药品和医疗用品。另外，乌克兰比之俄罗斯还有一套专门的处理伤员的高效系统。我们以巴赫穆特附近一家野战医院为例，他们的流程是，伤员送到后会根据伤情进行不同的处理，如致命伤会紧急进行处理，甚至简单的手术来维持住伤员的生命，其他人依据伤情进行不同程度的救护。
在这个阶段，医生会甄别优先级别，决定谁应该更快的后送。在简单处理伤情后，会给伤员填一份100表，这份表格会描述伤员的基本情况，如医生会标记受伤部位，记录受伤类型是枪伤还是弹片伤，服用过什么药物，输入有关伤员接下来撤离的交通工具和地点等信息。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它核实士兵的伤情，完成基础信息，以便伤员获得相应的救助或检查。100表是一种在伤员转移阶段传输信息的工具，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每经过一个医院，都会在上面增加新的信息。这个简易战地医院一天可以处理200人的伤情。据医院说，来到这里每5000名伤员，只有5人没救过来，这对最前置的战地医院来说是非常少见的。乌军是尽力拯救任何一个伤员，珍惜着每一条生命，而俄罗斯一方人命就是耗材，伤员得不到及时救助，冷血的指挥官将美好的伤员送回前线，甚至为了掩饰，他们还不断袭击前线的医疗机构。2023年4月10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在午间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军对医疗设施和卫生工作者造成巨大冲击。联合国驻地人道主义工作者表示，赫尔松市的一家医院当天遭到袭击，严重受损。此外，据报道，4月6日，在赫尔松地区乌克兰政府控制下的贝里斯拉夫镇，一辆救护车遭到炮击，至少有2名卫生工作者受伤。自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乌克兰前线两侧的医疗设施都遭到摧毁或损坏。世卫组织表示，仅在今年的前3个月，就有24起针对医疗设施的袭击事件。在2022年，全球近70%针对医护人员的袭击发生在乌克兰。杜加里克强调，必须根据国际人道法保护卫生工作者和医疗设施，努力维持卫生服务运行。乌克兰与俄罗斯完全相反的医疗体系，体现出来如今战场之上胜负的差距。俄军焉有不败之理？好了，关于俄军崩溃的医疗体系，大家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